北京日记。第1章，出发。汤姆是一个美国大学生，今年20岁了。他今天要去中国北京当交换生。他在机场和爸爸妈妈说再见。汤姆感觉有一点紧张，但也很兴奋。汤姆，你的护照在哪儿？妈妈问。在我的书包里，妈妈。汤姆回答。他们到了机场，汤姆拿着行李箱。他看了看飞机票，是下午2点的飞机。现在是中午12点半，还有时间。汤姆，你要记得给我们打电话。爸爸说。在中国要小心。我会的，爸爸。汤姆说。汤姆想到在中国的生活，他有很多问题。他会喜欢中国吗？他能交到朋友吗？他的汉语说得好不好？汤姆，是时候进去了。妈妈说。汤姆抱了抱爸爸妈妈，说：谢谢，再见。他走进了机场，开始了他的旅程。第2章，初到中国。汤姆的飞机在北京降落了。他看着窗外，看到了中国的城市。他特别的兴奋，但还是有点紧张。这是他第1次来中国。机场里人很多。汤姆拿着他的行李箱，走出了海关。他看到了很多写着汉字的牌子。汤姆觉得这些字很漂亮，但他只看得懂一些。接着，他看见了一个拿着牌子的人，牌子上写着汤姆。那个人是接他机的中国学生，他叫李明，是北京大学的学生。你好，我是汤姆。汤姆说。你好，欢迎来到中国，我是李明。李明回答，微笑着。李明帮汤姆拿行李。他们一起走出了机场，坐上了出租车。汤姆看着窗外，看到了北京的街道。街上的人很多，车也很多。他觉得北京和他的家乡很不一样。我们现在去学校宿舍。李明说。你今天可以休息，明天我带你去学校。汤姆点点头。他想知道中国的学校是什么样的。他们到了学校宿舍。汤姆的房间很小，但很干净。他放下行李箱，坐在床上。晚上我们去吃中国菜，好吗？李明问。好的，我很想尝尝看真正的中国菜。汤姆回答。汤姆躺在床上，想到了他在中国的第1天。他有点累，但很高兴。他知道，这次的旅程会是一个很好的经历。第3章，文化冲击。
汤姆在中国的第1个星期充满了新的体验和挑战。北京和他在美国的家乡非常不同，他开始感觉到文化冲击。第1个大挑战是语言。尽管他在美国已经学过一些汉语，但在中国真正使用汉语说话和听别人说汉语是完全不同的事情。每当他尝试说汉语时，他都会有点紧张，有时候人们听不懂他的话，但他没放弃，每天都在努力学习。食物也是一个大挑战。中国菜和他以前吃过的中餐很不一样。第1次尝试麻辣烫和北京烤鸭时，他觉得味道很奇怪，但慢慢地开始喜欢这些食物的味道。在北京大学，汤姆遇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其他交换生，他们一起上课，一起学习汉语。汤姆也交到了一些中国朋友，他们很友好，经常帮助他。有一天下午，他和他的中国朋友张伟一起去了北京的一个市场。汤姆，你觉得中国的市场和美国的有什么不同？张伟问。汤姆回答说，这里的市场好热闹，东西也好多。美国的市场一般都很安静。你觉得你习惯这里吗？张伟笑着问。开始的时候不太习惯，汤姆笑着说，但现在我开始喜欢这种热闹了。那你在生活上遇到了什么困难吗？张伟继续问。当然了，汤姆说，最大的困难还是语言。虽然我在美国学过汉语，但是真正用起来还是有点难。还有时候我不懂中国的一些习俗。没关系，你慢慢来。张伟鼓励说，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问我。谢谢你，张伟，你真是个好朋友。汤姆说，尽管生活有时很困难，但汤姆开始适应中国的生活方式。他学会了怎样用筷子吃饭，怎样在繁忙的北京街头骑自行车。他也开始理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习惯。每天晚上，汤姆都会给他在美国的爸爸妈妈打电话，告诉他们他在中国的新鲜事。他的爸爸妈妈很高兴听到他的声音，知道他在中国过得好。第4章，有益与学习。一天一天的过去，汤姆在中国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。他在北京大学的学习也进入了正轨。汤姆发现，通过与同学们的日常交流，他的汉语水平提高了很多。他不再害怕在别人面前说中文，甚至开始享受与老师和同学们的讨论。除了学习，汤姆还积极参加学校的活动。他加入了学校的篮球队，和中国学生一起练习和比赛。
虽然最开始跟队友说话有困难，但篮球成为了他们共同的语言。汤姆还开始探索北京这座城市。他和朋友们一起去了故宫、颐和园等著名的地方。他们还尝试了很多地道的北京小吃。汤姆特别喜欢吃炸酱面和豆汁，尽管一开始他不太习惯那种味道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汤姆遇到了一个特别的朋友，他叫做小林。小林是他的汉语班同学，他对汤姆非常友好，经常帮助他了解中国的文化和习惯。他们一起去图书馆学习，一起讨论各种话题。小林还教汤姆写汉字，汤姆觉得写汉字很有趣，虽然有点难。汤姆和小林有很多共同的兴趣，例如他们都喜欢音乐和旅游。有一次，他们一起去了长城，在那里，汤姆看到了中国历史和文化。他们坐在长城上，聊着未来的梦想。那一刻，汤姆觉得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国家。在中国的日子里，汤姆不仅学到了汉语，还学会了怎样与不同国家的人交朋友。他开始理解中国人的想法，也开始用中文思考问题。汤姆非常感谢学校这次交换的机会，感谢他在中国遇到的每一个人。第5章，再见，中国。转眼间，到了汤姆在中国的最后一个星期，他决定再逛一次北京，再去一次他最喜欢的地方。他去了天安门广场、故宫，还有他最喜欢的小吃街。每到一个地方，他都想到自己快要离开这座城市，他很不舍得。汤姆也安排了一次告别聚会，邀请了他在中国的所有朋友。在聚会上，大家一起吃饭、唱歌、跳舞。汤姆感谢他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对他的帮助。他们交换了联系方式，说将来肯定会再见面的。在最后一天，汤姆和小林一起去了颐和园。他们坐在路边，回忆在北京的日子。汤姆告诉小林，他会非常想念中国，想念在这里的朋友，想念北京的街道和美食。汤姆，你在中国最难忘的是什么？小林问。汤姆想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我觉得是和你们一起打篮球的回忆，还有第一次尝试北京烤鸭的那个晚上。我也很高兴能认识你。小林说：你来到这里，我们都学到了很多关于美国的事情。你也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中国人了。是吗？汤姆笑着说：我还记得刚到的时候，我对一切都感到很陌生。现在，我觉得
我能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了。你会想念中国吗？小林问。当然会。汤姆回答。我会想念这里的人，这里的食物，还有这里的街道。我学到了很多，不仅是语言，还有文化。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。那你还会回来吗？小林问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汤姆肯定地说。中国对我来说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的地方，它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个家。小林微笑着说。那很好，我们会一直在这里等你。你是我们的好朋友，北京也会是你的家。离开的那天，汤姆收拾好行李，准备出发去机场。在机场，当汤姆坐在候机厅等待登机时，他想到了他快要回到的家，他的家人，还有他在美国的朋友们。他知道，他回去后会有很多故事要讲。飞机起飞了，汤姆感到一种深深的不舍，但他知道，这只是一个新开始。他的中国之旅让他变得更有自信，也更加理解这个世界。他心里想着，再见，中国，我会回来的。